运球就看 Uncle Joe， 战术就学 Coach 陆。大家好，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陆，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NBA 终于对三分动手了，颁布新规取消三分球。在现代篮球中，三分球越来越成为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不仅要求投得准，更要求投得多。NBA 似乎已察觉这一趋势，发现越来越多的观众对三分球满天飞的局面感到厌倦。在杯赛决赛拉开帷幕之前， NBA 总裁亚当肖华与拉斯维加斯针对当前的三分球热潮发表了看法。他指出 NBA 已经留意到三分球使用过度的倾向，并正在对此现象进行深入探讨。肖华的言辞颇为审慎，他并不愿将三分球直接定义为问题，而是主张将其置于篮球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中进行审视，并强调需关注球迷对此现象的接纳程度。尽管肖华的表达方式常带含蓄，但其真实意图仍可揣摩。 NBA 目前并不急于下定论，关键在于收视率和上座率是否因三分球的泛滥而受到影响，这确实是实话。毕竟 NBA 作为一个商业联盟，若比赛的某个方面阻碍了其盈利，即使无人催促，他们也会主动求变。作为举世闻名的职业经理人，肖华看待问题颇为理智。他认为三分球数量的增多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所有球队都遵循同一种打法，导致比赛失去观赏性。他的原话如此表述：三分球数量的增多并非问题所在，问题在于比赛的同质化，各队相互模仿，这才是我们应当警惕的问题。首要之务在于明确这一点，三分球泛滥的现象，球队本身并无过错，他们的核心任务是赢得比赛，吸引观众，为联盟和球队创造经济效益，因此他们会选择能提高胜率的打法。至于其他球队是否学习模仿，进而导致三分球泛滥，那并非他们所能控制的。各队均在遵循现有规则的前提下进行比赛，规则允许的行为自然会被采用。NBA 历史上曾多次通过规则调整来塑造比赛的形态与风格，例如以往因命中率与比分偏低，联盟便出台规则放宽外线防守，旨在激发进攻火力，结果却导致近20年来比分持续攀升，三分球数量激增。上半个赛季后半段，联盟又要求裁判放宽吹罚尺度，使得后半段的每场比赛犯规次数比前半段减少了3次，以满足球迷对于激烈对抗的观赏需求。历史上 NBA 曾2次调整三分线位置，一次是前移以鼓励三分球投射，另一次则是后移以应对三分球过多的情况。我深信三分球并非问题的核心，毕竟精准投射三分是一种高超的篮球技巧，真正的问题在于犯规判罚的频繁。人类天性中就有观看竞争与对抗的渴望，从古代的斗兽场到现在的拳击比赛，无不体现这一点。篮球比赛固然需要技术，但观众内心深处更渴望看到那种激烈的、直接的对抗。为了提升比赛的观赏性，我提议恢复2003年以前的外线防守规则，即允许使用贴身盯防技术。自2003年规则变更后，防守球员被禁止对持球球员的身体施加手部压力。如果恢复旧规则，不仅能增加外线防守的激烈程度，还能让进攻球员面临2种选择：一种是迅速摆脱防守切入篮下，二是拉开与防守球员的距离，尝试远距离三分投射，如利拉德式的投篮。这将提高三分投射的难度，降低命中率，进而可能减少三分球的尝试。观赏性是一种主观评价，有人偏爱过去的肌肉碰撞，有人则欣赏现在的三分雨。篮球运动一直在不断发展，速度节奏日益加快，对抗更加激烈且充满危险。我曾用比喻来形容，过去的篮球像是安全的碰碰车游戏，而现在的篮球则如同在高速公路上竞速，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篮球运动员伤病频发的原因之一。这种新的特征已经根深蒂固，成为不可逆的趋势。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渴望看到多样化的比赛风格和形态，而非单一的三分雨。绿军队凭借在三分线外的出色表现夺得冠军后，众多球队纷纷效仿。上个赛季 NBA 的平均三分出手次数为 35.1 次，较前一个赛季增长了 0.9 次，而本赛季这一数字已攀升至 37.5 次，与前赛季相比增加了 2.4 次。绿军本赛季的平均三分出手次数更是突破了51次大关，紧随其后的是公牛队的 43.7 次，两者相差 7.4 次。尽管公牛队之后的三分出手次数差距不大，但若绿军本赛季成功卫冕，无疑将有更多球队走上绿军的道路，通过增加三分出手次数来争取胜利，即以2分换3分，只要保持一定的命中率，如 37% 以上，这一命中率在联盟中仅属中游，就能产生绿军队那样的效应。
绿军在揭幕战中便投进了29个三分球，追平了历史纪录。在小牛和勇士第2次对阵的比赛中，两队合计投进了48个三分球。按照当前的趋势，单场投进30个三分球，以及两队合计投进50个三分球的情况，很快就会变成为现实。在备受瞩目的 NBA 杯决赛中，雷霆队三分球出手高达32次，却仅命中5球。其实最后一球还是在比赛失去悬念的垃圾时间内投进的。在埃塞亚乔投中雷霆队的第4个三分球之前，双方分差已经拉大到了20分，而雷霆队始终未能通过三分球挽回败局。许多依赖三分球的球队会祈祷这样的情况，如果前半段三分球手感冰凉，希望还能在后半段找回状态，甚至实现强势反弹。不过在当下的比赛中，出现前半段三分球神勇，后半段则可能会屡屡打铁的情况也不在少数。雷霆队在上半场三分球17投仅1中的情况下，第3节依然没有好转，7投2中的三分球表现导致他们单节仅得14分。尽管前2场三分球手感冰凉，但雷霆队仅以50-51落后1分进入下半场，原本仍有机会逆袭。然而雄鹿队在关键的第3节三分球11投4中，字母哥更是在篮下大杀四方，单节砍下12分并抢下10个篮板。最终字母哥凭借26分、19个篮板和10次助攻的超级3双表现，夺得了杯赛的 MVP 殊荣。在这场比赛中，雄鹿队投进了17个三分球，这一数字远高于他们的本赛季平均水平，因为在决赛之前他们仅有4场比赛的三分球命中数超过了17个。而雷霆队尽管本赛季的三分命中率达到了 35%， 却从未像决赛这样表现糟糕，整个赛季仅有3场比赛的三分球进球数未达到2位数，且其中2场是新赛季的前2战，分别只命中了8个三分，因此决赛中仅进5个三分的情况着实令人难以置信。雷霆队的三分球表现糟糕，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进攻，下半场仅得31分，全场总计81分，比他们赛季平均分足足少了35分。这35分的巨大差距正是源于三分球的低命中率，如果他们能够多进10个三分球，即命中15个，那么这额外的得分就能带来30分，比赛无疑会更加激烈和精彩。遗憾的是，雷霆队从比赛开始到结束都显得萎靡不振，3分换2分的策略并不能保证每场比赛的胜利，但其关键在于概率。当三分球的出手次数和命中率达到某个临界点时，赢球的概率会显著提升，特别是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中，只要能确保4场比赛的三分球既多又准，就能顺利晋级。绿军作为卫冕冠军，其成功自然会引来更多球队的效仿，因此我认为3分换2分将成为一种逐渐兴起的趋势，就像当初勇士队引领的小球风潮一样。然而三分球的大量增加也伴随着一些副作用，一方面比赛结果可能会因此变得更加起伏不定，另一方面关于比赛的观赏性也存在一定争议。如果如今仍有不少人怀念20-30年前篮下肌肉碰撞的激烈场面，但教练们在制定比赛策略时往往更关注胜负而非观赏性。尽管 NBA 并未直接对三分球进行整治，但联盟通过规则的调整、比赛的监管以及球员技术的培养等方面，对三分球在比赛中的影响进行了间接的管理和引导。如前所述， NBA 通过调整防守规则来影响三分球的投射环境和命中率，联盟还通过其他规则的调整来鼓励或限制某些进攻方式的运用，以平衡比赛的竞争性和观赏性。 NBA 在比赛中对球员的犯规行为进行严格的监管和判罚，以确保比赛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三分球的投射和防守策略的运用。NBA 通过选秀、训练营和比赛等方式，不断发掘和培养具有三分球投射能力的年轻球员，这使得联盟中的三分球投射技术得到了不断提升和普及。NBA 整治三分现状，实际上更多的指向了联盟对三分球规则的调整、球队战术的演变以及三分球对比赛影响的管理和引导。通过平均每场尝试三分球达 37.5 次，如果扣篮真的算作三分，那么比赛的观赏性无疑会大幅提升。快攻时，球员们会更加奋力地冲向篮筐，力求完成一次扣篮。空切篮下时，只要有机会，球员们绝不会轻易选择放篮，而是会拼尽全力尝试扣篮。这样的规则下，或许我们真的能见证到空接暴扣三分绝杀的精彩瞬间。对于像库里这样的球员而言，扣篮得三分的规则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库里本人可能也会调侃说，这是对他的一种特别关照。虽然库里、欧文等顶级控卫确实具备扣篮的能力，但在高强度的防守下，扣篮并非易事。对于某些球员来说，我们甚至很难看到他们扣篮的场景。
在接受采访时，詹姆斯也被问到了相关议题，他坦言现在的比赛中三分投射实在太多了，这不仅限于全明星赛，而是贯穿于我们的每一场比赛中，因此这是一个比全明星赛改制更为关键的话题。詹姆斯的观点直指要害，即三分球的泛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比赛的观赏性，而全明星赛只是这一现象的缩影。近年来 NBA 一直在努力应对收视率下滑的挑战，无论是推出 NBA 杯还是频繁调整全明星赛的规则，都是试图重振收视率的举措。然而这些努力似乎并未带来显著的改善。正如詹姆斯所指出的，问题的根源在于球员的比赛风格，由于三分球比两分球多出一分，它已成为决定比赛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篮球的魅力在于团队配合和激烈对抗，而不仅仅是远距离的投篮。那么面对这一困局， NBA 应该如何破局呢？是取消三分球，还是对其进行调整？有观点认为，球员之所以不愿意进行激烈对抗，是因为即便经过艰苦的拼抢，也只能得到2分。因此有人提议将扣篮或在3秒区内的对抗得分改为3分，同时取消外线三分球，外线投篮无论距离多远都只计2分，除中线前投篮外。这样的规则调整是否能够提升比赛的观赏性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是 NBA 未来可能面临的一次重要变革。篮球运动并非自诞生之初便设有三分球，而是随着这项运动的发展，为了拓宽球员的跑动范围，增强比赛的观赏性和多样性，才于1979年在 NBA 增设了三分线。在此之前，球员们往往集中在篮下进行对抗，导致比赛跑动范围受限，观赏性也因此受到影响。如今球员们似乎都不太愿意深入篮下，这是否意味着又到了一个需要改革的时刻呢？消化及 NBA 联盟的管理层们确实需要深思这个问题。前人们已经通过成功的改革为篮球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相信你们也不会无所作为吧。部分球迷持有这样的观点，随着越来越多球员倾向于投射三分球，比赛的味道似乎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球场上的扣篮才是激动人心的瞬间。于是有人提出假设，如果 NBA 修改规则，让扣篮也能得到3分，比赛是否会因此变得更加精彩呢？事实上，在职业篮球领域确实存在这样的规则实例。亚洲历史最悠久的篮球联赛菲律宾篮球联赛 PBA 就因其独特的规则而别具一格。由于该联赛中的本土内线球员普遍身材不高，大多数仅略高于 1.9 米，为了提升比赛的观赏性， PBA 特别规定扣篮可以得3分。如果扣篮真的算作3分，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扣篮被犯规该如何计分呢？如果算2分，那么对手可能会故意犯规来打断扣篮，从而降低得分效率。如果算3分，那么像哈登这样的造犯规高手可能会尝试开发新的技能，扣篮造犯规，以此来获得更多的罚球机会，这显然会改变比赛的节奏和风格。因此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来看， NBA 不太可能设置这样的规则，毕竟篮球比赛的本质是竞技和娱乐的结合。如果因为规则的变动而让比赛变得过于粗暴或失去原有的节奏，那么这无疑会损害篮球运动的魅力。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一场篮球比赛变成摔跤或格斗比赛的场面。现在的 NBA 已经全面迈入三分球的盛行时代。就本赛季而言，联盟各队伍平均每场尝试三分球达 37.5 次，其中出手次数最少的是掘金队，仅为 30.8 次，其余29队均超过33次。而出手最多的是凯尔特人队，场均三分球尝试高达 50.4 次，且能命中 18.5 次，这两项数据均刷新了历史纪录。以历史数据为参照，过去20年间 NBA 的三分球使用情况如下：04至05赛季平均每场仅有 15.8 次三分出手，09至10赛季这一数字增加至 18.1 次，到了14至15赛季已提升至 22.4 次，而19至20赛季则跃升 34.1 次。回溯至10年前14至15赛季，当勇士队在水花兄弟的带领下夺得总冠军时，人们开始意识到三分球的威力，但那时勇士的场均三分出手也仅为27次，尚不及本赛季出手最少的掘金队。由此可见，三分球正在深刻改变着 NBA 的面貌。凯尔特人队便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他们凭借大量的三分出手拥有了历史级别的进攻效率，并在某种程度上因此夺得了一座总冠军奖杯。本赛季至今，凯尔特人队依然是总冠军的最大热门，其三分水平更是达到了历史巅峰。
三分时代的崛起同样引发了场外的一系列反响，其中 NBA 的观赏性和收视率问题尤为引人关注。针对这些质疑，联盟总裁肖华接受了相关采访。当被问及是否有必要拉远三分线距离以应对当前局势时，肖华明确表示这一举措并不会发生。他指出，历史上我们确实调整过三分线的位置，但我认为这并非当前问题的解决方案。根据我们的数据分析，如果仅仅拉远三分线，结果可能是球员们更加集中于篮下进攻，而非增加中距离投篮的尝试。尽管如此，肖华也坦诚地承认了 NBA 各队风格日益趋同的现象。他表示，我认为我们应当严肃对待进攻多元化这一理念，问题并非仅在三分球上，而是进攻方式变得有些千篇一律，球队间相互模仿，这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和深入调查的问题。对于收视率下滑的现象，肖华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收视率在赛季初期确实有所下滑，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有线电视的收视率相比去年下降了2位数，这反映出观众更多的转向流媒体观看内容。从根本上说，我们是娱乐产业的一部分，观众通过媒体平台观看我们的比赛。然而，如果我们从其他数据来看，比如过去2年，我们的现场观赛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社交媒体上的观众数量也超过了其他任何职业联赛，因此并不能说观众对 NBA 失去了兴趣。肖华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站得住脚的。首先，单纯延长三分线绝非解决当前问题的答案。其次，收视率的下滑也不完全是由观赏性下滑所致，流媒体、电竞等新兴娱乐方式的冲击同样不容忽视。确实有一点不容忽视，当前 NBA 各队的战术布置和风格正趋向高度同质化，无论是季前赛、常规赛还是季后赛，甚至是全明星赛，三分球都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了提升全明星赛的对抗性和观赏性， NBA 在本赛季进行了改革，将传统的东西部对抗模式转变为小型杯赛模式，4支球队争夺最终的冠军。然而，这样的改变是否真的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詹姆斯对此发表的看法引人深思，这不仅仅关乎全明星赛，而是一个更为广泛的话题。我们的比赛中三分球占比过大，所以这是一个比全明星赛本身更为核心的问题。在我看来，短期内要解决三分球泛滥的现象几乎是不现实的，毕竟三分球确实已成为赢球的关键因素之一，无论是球队还是个人都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才能取得胜利。对于那些缺乏三分投射能力的球员来说，不仅难以获得大额合同，甚至可能面临在联盟中难以立足的困境。相反，那些掌握三分技能的球员，即便是老将也能因此延长职业生涯，比如霍福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谈起三分球对 NBA 的影响，霍福德分享到，我的三分投射能力有了显著提升，这不仅对我的身体有大裨益，还让我的职业生涯得以延长。篮球运动一直在改变，回想我的新秀赛季，甚至就在10年前，我都未曾预料到会目睹如今这般频繁的三分投射，这就是比赛发展的自然轨迹。就个人观点而言，三分时代的到来无疑是篮球运动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规则既定，三分球的价值就在于其比2分多出的那1分直接提升了进攻效率。若忽视三分球的投射，只会被对手在三分线上击溃。无论是球队还是球员，都必须适应这一时代，适者生存。那么，三分球是否毁了 NBA 呢？我认为并非如此。试想，若没有三分球，我们或许将无法见证4年间的奇勇大战、18年的火勇对决等那些激动人心的经典系列赛。在那个时代，收视率的问题并未成为众矢之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如今 NBA 各队的战术风格确实日趋相似，当各队都失去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比赛的可观赏性自然会有所下降。这一点 NBA 确实需要深入思考和应对。那么三分时代的 NBA 与过去的 NBA 究竟有何不同呢？现在的联盟又该如何提升比赛的观赏性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深思和探讨。在1979至80赛季 NBA 正式采纳了三分球规则，然而这一创新在初期遭遇了来自教练与球员的广泛抵触，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三分球不过是街头篮球的玩意儿，绝非正统。这种看法源于对得分效率的直观理解，距离篮筐越近，得分自然越容易，因此三分球被视为一种高风险且离经叛道的得分方式。就连帕特莱利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在那个时代，三分球往往是球
球队在比分落后时的最后手段，只有在落后2分或3分，需要3分球来逆转局势时，球员们才会考虑投射。事实也确实如此。1979至80赛季 NBA 每场比赛的3分球尝试次数仅为 2.8 次。由于3分球在比赛中缺乏战略地位，球员们普遍缺乏相应的训练。即便是80年代公认的3分球射手拉里伯德也坦言，除了参加3分大赛外，他几乎从不练习3分球。有趣的是，我甚至从未系统练习过3分球，可能只是偶尔投1、2个。我唯一一次连续练习3分球是在1988年全明星3分大赛前，但每次练习也投不到100个球。NBA 不得不与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进行长期的斗争。在那些篮球传统守护者眼中，3分球不过是哗众取宠的杂耍技巧，将其作为主要得分手段更是被视为异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3分球的声音逐渐减弱，因为连小学生都能算明白那道简单的算术题。3分球的高效性不容忽视。到了80年代中后期，湖人队和凯尔特人队等强队已经开始在3分球出手次数上名列前茅，证明了3分球在篮球比赛中的重要位置。在库里横空出世之前，3分球的世界尚未被繁多的规则所束缚。1979至80赛季 NBA 正式引入了3分球机制，这一变革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时任 NBA 总裁杰里·克朗格罗表示，这不会颠覆篮球运动的本质。作为一个篮球纯粹主义者，我希望篮球能够保持其原有的风貌。我相信篮球的基本框架不会因此改变。而篮球传奇人物乔治·麦肯则将3分球比作本垒打，认为这种远距离投篮不仅能激发观众的激情，还能为比赛增添更多悬念和观赏性。纽约篮球界的传奇教头霍尔兹曼则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指出了3分球对比赛带来的深远影响。防守球员现在必须更加谨慎，不敢再轻易收缩篮下防守，这将为内线大个子球员创造更多的空间。他所说的空间正是3分球为篮球比赛带来的新维度。在那个3分球刚刚兴起的年代， ABA 联盟中的布莱恩·泰勒凭借其在3分线外的出色表现，以单季90个3分球高居联盟榜首，而新秀拉里伯德则以58个3分球紧随其后，位列联盟第5。1980年的总决赛上，3分球的使用仍然相当谨慎。湖人队在6场比赛中总共只尝试了4次3分球，而费城76人队则尝试了16次，但仅由这博士命中1球。在那个时代，3分球手更像是篮球场上的特技演员，因此教练胡比·布朗要求队员们记住对面的神射手，并严格限制非神射手的3分出手。随着时间的推移，3分球逐渐成为了比赛中的重要得分手段。1985至87赛季间，拉里伯德更是以单季82个和90个3分球的表现，连续2年领跑联盟。那时的他已经将3分球作为了一种羞辱对手的战略性武器，每当他看不起对手时，便会用一记精准的3分球来回应。1980年代末，3分球逐渐在 NBA 赛场上蔚然成风。1993至94赛季，雷公马尔利以单季192个3分球的惊人表现，荣膺联盟3分王。这一年，4大中锋占据了 NBA 常规赛得分榜前5的4个席位，其中阿拉朱旺更是斩获了常规赛 MVP， 并在总决赛中击败尤因，捧起了奥布莱恩杯。从此，巨星加射手的搭配模式开始在 NBA 流行起来，这也验证了霍尔兹曼老爷子早前的预言：3分球将为内线大个子们创造更多的空间和机会。1994至95赛季，斯塔克斯以217个3分球继续领跑联盟，而他的辅佐下，尤因率领尼克斯杀入了总决赛。紧接着在下一个赛季，斯考特以267个3分球刷新了纪录，而他效力的奥兰多魔术队也在他的助力下挺进总决赛。这一时期，像艾利·霍里这样的老射手成为了巨星身边的标配，而科尔则成为了跟随乔丹、邓肯等传奇巨星收获无数荣誉的戒指收集者。时间来到2005至06赛季，雷阿伦以单季269个3分球再次刷新了纪录，而当时的第2名阿里纳斯则投进了199个。这一纪录就如同盘古开天地一般，为3分球的未来打开了新的篇章。然而真正的变革还在后头。
2012-13赛季，库里横空出世，以单季272个三分球打破了雷阿伦的纪录，但这仅仅是他传奇生涯的开始。库里凭借一己之力将 NBA 的单季三分球命中数从269个提升到了300个甚至400个的惊人水平，这一趋势如同跟随赢家奔跑的大潮，势不可挡。1992-93赛季 NBA 各队每100回合仅出手9次三分球，命中3个，而在1993年的总决赛上，公牛与太阳两队合计出手131次三分球，命中了59个。到了1994年总决赛，火箭与尼克斯更是合计出手226次三分球，命中了74个。这些数据的增长无疑见证了三分球在 NBA 赛场上的崛起与繁荣。1995年总决赛的4场对决中，火箭与魔术两队合计出手了210次三分球，并成功命中了78球。这时期的 NBA 正式步入了4大中锋与三分射手并存的黄金时代。众多球队纷纷效仿，从1993年至1995年 NBA 各队每100回合的三分投篮次数从9次激增到了16次。4大中锋的崛起无疑催生了第一波三分浪潮，这一趋势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保持稳定增长，直到2004-05赛季，每100回合的三分投篮次数达到了17次。2004年的规则改革对突破手更为有利，加上那时连续2年夺得常规赛 MVP， 以及韦德和帕克相继在总决赛中夺冠并荣膺 FMVP， 使得突破手加射手的组合风靡一时。勒布朗詹姆斯获得 MVP， 韦德摘得得分王，都是这一潮流的代表性人物。甚至在2009年，魔术队还凭借一内四外的战术体系杀入了总决赛。NBA 平均每100回合的三分球比率也在这一时期从2004-05赛季的17次缓慢上升到了2013-14赛季的23次。然而，真正的变革尚未到来。2015年，库里凭借出色的表现荣膺常规赛 MVP， 并在季后赛中投进了98个三分球，带领勇士队夺得总冠军。这一成就不仅打破了2000年米勒单年季后赛58个三分球，并带队进入总决赛的纪录，更是将季后赛三分球纪录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那个赛季，勇士队每场比赛出手27个三分球，命中11个，三分命中率高达 40%， 其中库里场均出手8个三分球，命中 3.6个。到了下一个赛季，勇士队的三分球出手次数更是激增到了每场32个，命中13个，其中库里场均出手11个三分球，命中 5.1个。这一系列惊人的数据让所有人都见证了三分球的威力，也彻底颠覆了人们对篮球比赛的传统认知。三分球也是能夺冠的，这一声音在 NBA 的赛场上空久久回荡。自2014-15赛季起， NBA 的三分球热潮如同火山爆发，每100回合的三分投篮次数从24次飙升，直至2024年达到了惊人的36次。这一切的源头正是库里所开启的三分球时代，他让人们领略到了三分球的无限魅力，激发了各队对三分球的信任与狂热投入。与此同时，持球强投三分也成为了新的潮流。在2007-08赛季，那时以103次单挑三分球刷新了当时的纪录，然而这一数字在库里面前显得微不足道。2013-14赛季，库里投进了142次单挑三分球，到了2014-15赛季，尽管略有下降，但仍达到了118次。库里用自己的表现证明，持球手同样可以通过精准的三分投射引领球队走向胜利。2015年夏天，开拓者失去了核心球员阿尔德里奇，但利拉德挺身而出。那个赛季，他投进了118次单挑三分球，帮助开拓者从进攻排名第9跃升至第6。这似乎在暗示多投三分球足以弥补失去一名超级巨星的损失。而在同一赛季，库里更是以177次单挑三分球，带领勇士队取得了73胜的辉煌战绩。接下来的赛季，哈登和威少也加入了持球强投三分球的行列。哈登疯狂地投进了179次单挑三分球，而威少则贡献了130次。两人之间的竞争一直持续到常规赛 MVP 揭晓的最后一刻。库里的经历无疑让持球强投三分球成为了新的时尚潮流。
受益的不仅仅是射手们，在库里投进402发三分球的2015-16赛季，勇士队还有另一项令人瞩目的纪录，他们每场的2分球命中率高达53%，位居联盟第一，扣篮次数达到402次，排名联盟第4。库里的402发三分球与勇士全队的402次扣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证明了外围的火力全开同样能够带动内线的活跃。到了下一个赛季，勇士队的篮下命中率高达69%，位居联盟榜首，扣篮次数更是达到了惊人的500次，高居联盟第一。2分球助攻率也达到了66%，同样领跑全联盟。这一切都验证了霍尔兹曼老爷子早年的预言，防守现在得老实了，不敢轻易赌篮下了，内线大个子们会舒服了。在库里的带领下， NBA 的三分球时代真正来临，内外线共荣的新格局也得以形成。库里的三分球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不仅突破了三分球的界限，打破了人们对跳投的固有偏见，还引领了空间时代的到来，开启了 NBA 进攻最为奔放的新纪元。回顾史蒂芬·库里的成长历程，有一个细节尤为引人注目。在高2到高3的暑假，他被父亲德尔·库里安排进行了一次艰苦卓绝的训练。德尔要求史蒂芬改变投篮姿势，将原本从胸前出手的三分球改变为从头顶出手，同时保持原有的出手速度。这一改变对于库里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经历了那个夏天最为煎熬的时光。谁也没有预料到，正是这次微不足道的投篮姿势调整，最终却成为了开天辟地的一招，彻底改变了整个篮球界。库里的出手如电，配合着略微提高的出手点，让他在三分线上几乎无人能敌。他的三分球不仅准确度高，而且出手速度极快，让防守者防不胜防。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仅为库里的天赋和努力所折服，他的三分球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荣誉和尊重，更为整个篮球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变革。他仿佛被施加了魔法，近乎完美无缺。但当人们深入探讨他的不足之处时，唯一常被提及并值得商榷的，便是他的三分球能力。这是一个连神明都会被挑战的时代，篮球之神乔丹自然也不例外。尽管他的职业生涯荣誉满载，球技更是炉火纯青，但乔丹在外线三分投篮方面的表现却常被提及为可疑之处。在当下由库里引领的小球时代，掌握外线三分投篮技能几乎成为了联盟生存的必备条件，就连中锋球员也不例外，都需要装备上三分技能。乔丹在其辉煌的职业生涯中主要担任2号位得分后卫的角色，而关于他不擅长外线三分远投的特点，其实并非技术上的欠缺所致。乔丹拥有一流的投篮手感，那么他为何被外界贴上不擅长三分的标签呢？首先让我们听听乔丹本人的见解。乔丹认为三分远投会打破他流畅的进攻节奏，并削弱他打球时的激情。他更倾向于杀入篮下，利用背身单打和扣篮来激发自己的斗志，同时营造出紧张激烈的比赛氛围。因此不投三分更多是基于乔丹个人的进攻偏好，而非能力的限制。毕竟在那个时代还没有球员能够持球后直接外线投篮结束进攻，这样的打法是不被教练所接受的，也没有球员能像如今的库里那样拥有惊人的外线投篮命中率。乔丹选择自己更擅长更有把握的中距离投篮和背身单打，这完全是受到了当时时代背景的影响，而非他真的不擅长外线三分。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看乔丹在常规赛、季后赛以及总决赛中的三分投篮数据。1990年的全明星三分大赛上，乔丹一时兴起，与联盟中的一众射手同台竞技。在那个尚未引入花球机制的年代，篮球之神在万众瞩目之下遭遇了尴尬，仅投出了5分的成绩，这一成绩至今仍保持着历史最差的尴尬记录。这事件引发了诸多议论，乔丹也有弱点，三分球的声音此起彼伏，更有甚者断言，乔丹如果来到小球时代会举步维艰。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在深入探讨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三分球的历史。NBA 正式引入三分制是在1979至80赛季，直到1980至81赛季才全面接受这一规则。那时乔丹还处于高中时期，也就是说他的篮球启蒙阶段根本没有三分球这一概念。即便他后来进入了联盟，三分球也并非主流的进攻手段。1990年的三分大赛对于乔丹来说更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挑战，毕竟这仅仅是 NBA 举办的第5届三分大
大赛，还是一项新兴赛事。在此之前，拉里伯德已经连续3届夺得3分大赛冠军，并留下了那句经典的“你们都是来争第2的吧”。这句话或许在乔丹心中埋下了参赛的种子，甚至激发了他练习3分的念头。事实上，乔丹在生涯初期的3分命中率并不高，生涯第4年，他的3分命中率仅为 13.2%。然而，目睹了伯德的3分3连冠后，乔丹展现出了惊人的进步速度，仅用1个赛季，他就将3分命中率提升到了 37.6%， 同时3分出手数也增加了整整3倍。你敢相信吗？在1989至90赛季，乔丹的3分出手次数和命中率竟然超过了拉里伯德。这位老将的胜负欲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1992年总决赛的第1场比赛中，面对开拓者队紧密的防守，乔丹在半场就投中了6记3分球，直接刷新了当时的历史纪录。那一刻，他标志性的摊手庆祝动作成为了经典。而在1995至96赛季，乔丹更是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外线手感。他整个常规赛82场比赛无一缺席，场均出手 3.24 三分球，命中率高达 42.7%。这样的表现即便是放在今天，也足以让他成为一名出色的射手。深入探究后，你会发现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事实：从1989年至乔丹首次退役前，他的常规3分命中率达到了 34.3%， 而到了季后赛则提升至 37.0%， 到了总决赛更是飙升至 42.2%。即便将乔丹3分投篮表现欠佳的前4年以及他在奇才时期的数据都纳入考量，他整个职业生涯的常规赛场均3分出手 1.74， 命中率 32.7%， 季后赛场均出手 2.5次，命中率 33.2%， 总决赛场均出手则增加至 3.3次，命中率也相应提高到 36.8%。 这清晰地表明，随着比赛强度的增大，乔丹的3分表现也随之提升，展现出了他越是在关键时刻越能发挥出色的特质。随着3分球的逐渐盛行，在乔丹公牛队生涯的后期，他的队友中不乏像科尔、库科奇这样的优秀射手。然而在队内那些带有赌注的远射比赛中，乔丹却很少会让自己的钱包受身，这恰恰是他职业生涯中好胜心的一个缩影。一旦关乎胜负，他绝不会轻言放弃。因此，别再轻率地说3分是乔丹的短板这类话了。在那个时代，乔丹凭借其他技能就足以统治比赛，而3分球并非他的必需品。无论在哪个年代，稳定的中距离投篮都是让防守者最为头疼的得分方式。乔丹正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在常规赛中，乔丹的3分球出手次数赛季场均最多为3次，命中 1.1 个，命中率达到 37.6%， 而出手最少的赛季，他场均 1.1 次出手能命中 0.4 个，命中率为 31.2%。 30% 以上的命中率在当时已算是基本合格，而他表现最差的赛季3分命中率也有 23.8%。进入季后赛，乔丹的3分球表现更为出色，最高赛季场均出手 3.8 次，能命中 1.5 个，命中率高达 38.9%。 即便在出手最少的赛季，他场均 1.5 次出手也能命中 0.6 个，保持 38.5% 的命中率。这样的表现在小球时代的外线球员中也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这也反映出乔丹遇强则强的特质，在需要他外线发挥时，他总能给予对手致命一击。再来看总决赛，这一最高场均出手 4.7 次三分球，能命中2个，命中率高达 42.9%。 这一数据足以与库里的3分命中率相媲美。而在出手最少的赛季，他场均 0.8 次出手也能命中 0.4 个，命中率高达 50%。 纵观乔丹的整个总决赛历程，他的3分命中率最低也有 30%， 达到了合格标准。对于乔丹来说，3分远投只是他日常进攻手段中的备选项，辅助性质，无需频繁使用，因为他拥有更出色的中距离和背身单打技术。但当他需要3分球时，他同样能够驾驭，为球队贡献得分。因此，不要被乔丹在全明星3分大赛上的5分最低纪录所误导，他并非不擅长外线3分远投，只要他想，他同样能在总决赛中上演半场6个3分的精彩表现。神终究是神，他的传奇经得起任何质疑。在90年代，约翰斯托克顿作为纽约尼克斯队的一员，与迈克尔乔丹领衔的公牛队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这两支球队在当时都是总冠军的有力竞争者。公牛队在与尼克斯队的对决中大多取得了胜利，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乔丹的卓越表现。
乔丹和尼克斯队之间上演了无数场精彩绝伦的比赛，在那段时间，尼克斯队的后卫约翰斯塔克顿肩负起防守乔丹的重任，然而想要阻挡乔丹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些声称乔丹没有三分能力的人，为何不关注他年轻时的三分命中率，却偏偏要抓住他35岁时命中率下滑的片段就断定他技术不行呢？有些球迷还总爱提乔丹在三分大赛上获得5分的往事，但那已经是乔丹早期的事情了。那时的他三分球尚未稳定，关键在于乔丹本质上是一位得分手，而非纯粹的射手，这一点对他的比赛风格有着重大影响。特别是在三分大赛中，那种快速连续的投篮节奏，对刚定型投篮姿势不久的乔丹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多年来，杜兰特是为数不多的既能作为超级得分手，又能兼具射手身份的球员，这进一步凸显了乔丹在得分与投射之间的独特定位。因此，许多球迷认为乔丹的三分球是他的短板，这种观点其实并不准确。同样，断言科比的三分球能力超过乔丹也是片面的。科比场均三分出手约4次，而乔丹大约是 1.5 次，出手次数的显著差异导致了球迷可能误以为科比的三分球更出色，但实际上两人的三分球能力相当。乔丹在进攻端更倾向于突破和中距离投篮，乔丹所处的时代并不以三分球为主导，进攻重心更多集中在内线，身体对抗频繁。近10年来，三分球才逐渐成为球员的必备技能和常规进攻手段。皮蓬在采访中曾透露，乔丹日常训练中很少练习三分，若他更加勤奋练习，命中率定会有所提升。由此可见，关于乔丹三分球不行的说法其实是一种误解，正如库里很少扣篮而被部分球迷误解为不会扣篮一样。此外，有球迷以乔丹在三分球大赛中的低分来证明他三分球不行，这也是片面的看法。一场比赛的表现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球员的能力，每个人都有手感不佳的时候。近年来，三分球成为各队重要的得分手段，越来越多的球员选择在外线出手，而非进入内线扣篮。为了挽救收视率下滑的困境，有人提议将扣篮的得分提升至3分。然而，这一建议随即面临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在犯规的判定上，扣篮犯规与上篮犯规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导致罚球次数的判定也变得难以确定。究竟是给予3次罚球还是2次罚球，成为了新的争议焦点。库里曾如同火种般点燃了三分时代的浪潮，而哈登则如同狂风，将这股浪潮煽动得更加汹涌澎湃。如今，凯尔特人队则像是那桶倾泻而下的油，让 NBA 的三分热潮愈发炽烈。可以说 NBA 正站在一个变革的十字路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爱德华兹被广泛认为是当今联盟中最顶尖的扣将之一，在对阵国王队的比赛前夕，受到了教练威廉姆森的直接点评。威廉姆森对华子说：“你本赛季打得太过柔和了。”言下之意是指爱德华兹过于沉迷于三分球投射。这番话让爱德华兹深受触动。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依旧强硬，爱德华兹在那场比赛中狠狠地扣篮得分，对象正是国王队的中锋萨博尼斯。这一扣无疑展现了他的强硬本色。然而，尽管他表现出了强硬的一面，但数据却揭示了一个不同的现实。那次在萨博尼斯头上的扣篮，仅仅是他本赛季至今完成的第7次扣篮，与以往同期相比，他的扣篮次数已经减半。近期有记者向安东尼·爱德华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若有人批评他本赛季三分球出手次数过多，他会如何回应？这一提问颇为中肯，因为爱德华兹本赛季场均三分球出手次数高达11次，相较于上赛季的 6.7 次有了显著提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增长幅度在全联盟球员中名列前茅，成为了一大亮点。然而，爱德华兹并非个例，还有我们熟知的暴扣男莫兰特。在灰熊对阵公鹿的激烈对决中，当莫兰特遭遇脚步略显迟缓的洛佩兹防守时，他并未如往常那般毫不犹豫地加速冲向篮下。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年轻的后卫竟然选择了踩下刹车，随后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举动，尝试了一记远离篮筐、略显离谱的三分投射。莫兰特在新赛季中仿佛脱胎换骨，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比赛风貌。
曾经的他就像一匹无法驯服的野马，凭借卓越的弹跳力、惊人的速度和爆发力，在篮筐下肆意驰骋，每一次扣篮都如同点燃观众激情的火花。无论是快攻中的一马当先，还是面对重重防守时的强行隔扣，莫兰特总能以他那震撼人心的扣篮让对手望而生畏，让观众热血沸腾。然而，在2024至2025赛季的赛场上，莫兰特却像变了一个人。据统计，在已经进行的6场比赛中，他总共出手了86次，但令人惊讶的是，这86次出手竟然只包含了1次扣篮尝试，而且那唯一的1次扣篮还未能成功。这一变化与他以往那势不可挡的扣篮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引发了球迷们的广泛猜测和热议。球迷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莫兰特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是出于对受伤的恐惧，还是战术体系的调整呢？这些疑问都悬而未决，成为了球迷们心中挥之不去的谜团。2024至25赛季初，三分球出手数的激增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爱德华兹并非孤立，还有泰雷斯·马克西、拉梅罗·鲍尔以及杰森·塔图姆这3位年轻才俊，他们的场均三分球出手次数同样突破了11次大关。卢卡·东契奇也紧随其后，三分球出手数迈入2位数行列。就连替补阵容中的佩顿·普里查德和巴蒂希尔德，每场比赛也在频繁的外线出手，次数超过9次。可以说，整个 NBA 联盟都涌现出众多如爱德华兹般热衷在外线发起攻击的球员。特别是在凯尔特人队和森林狼队分别以联盟第1和第2的三分球出手数领跑，且前者更是挺进总决赛的背景下，新赛季的三分球出手数据再次迎来了显著增长。三分球在现代篮球赛事中究竟占据了怎样的战略地位呢？它背后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关于为何要苦练三分球技巧这一议题，在当今篮球圈内激起了广泛的热议与深刻反思。特别是在本赛季，当身高高达2.24米的巨人文班频繁地在外围尝试三分球投射时，这一战术抉择仿佛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波澜，引发了众多争议。这些争议不仅聚焦于对文班个人表现的评判，更深层次地揭示了现代篮球风格与传统篮球理念的激烈碰撞，以及对篮球运动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同见解。有观点认为，三分球的大量投射削弱了比赛的观赏性，使篮球运动过度依赖外线投射，从而丧失了昔日内线激烈对抗的紧张氛围与视觉美感。也有人感叹，如今的内线球员似乎难以再复刻80-90年代诸如奥尼尔、邓肯等传奇内线的辉煌，篮球运动似乎正在逐渐失去其固有的内线韵味与魅力。首先，从直观层面分析，三分球出手次数的增加显著加快了比赛节奏，提升了回合数。相较于低位单打、中距离跳投等传统的得分手段，三分球战术以其简洁高效的特性脱颖而出。通过快速传球、挡拆或突分等配合，球队能在短时间内捕捉到空位投篮的机会，从而在限定时间内斩获更多分数。这种比赛节奏的加快不仅增强了比赛的动感和流畅性，也对球员的体能管理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使得比赛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性。其次，三分球的威胁深刻重塑了球场空间布局。当一支球队拥有多名三分投射稳定的球员时，防守方不得不扩展防线，甚至将防守重心移至三分线外，以避免对手轻易得分。这一防守策略的调整直接导致了篮下和球场中央区域的相对开阔，为持球人提供了更多突破和传球的选择，同时也为内线球员创造了更多1对1进攻或接球得分的机会。球场空间的拓展使得篮球比赛呈现出更为立体的特征，战术运用更加多元且富有创意，无论是快攻反击还是半场攻防，都能展现出高超的战术灵活性和观赏性。更深层次的观察，三分球的盛行对比赛的追分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往落后队伍常需依赖稳定的中距离投篮和罚球来逐步缩减分差，而三分球的兴起则开辟了一条迅速追赶比分的崭新途径。
在比分焦灼或落后的情况下，一连串精准的3分投射能够迅速扭转场上局势，为比赛增添无限悬念。这种突如其来的得分高潮极大地提升了比赛的戏剧张力，同时也对球员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关键时刻的发挥提出了更高要求，使得每一场比赛都可能上演逆转与被逆转的精彩好戏。此外，3分球技术的精进还是篮球技术进步的显著标志，它促使篮球场上的位置划分趋于模糊，传统意义上的后卫、前锋和中锋角色界限逐渐淡化，球员的场上位置更多的依赖其全面技能与战术需求来灵活安排。高个子球员同样可以具备出色的外线投射技巧，而矮个子球员也能在内线发挥关键作用。这种位置模糊化的趋势实际上反映了篮球运动向更高层次演进的态势，它鼓励球员全面发展，不再局限于特定的身体条件或功能性角色。每位球员都需掌握基础技能，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个人特色。这样的理念无疑更加先进，更契合现代篮球对球员全能化的高标准要求。对于认为篮球技术正在衰退的观点，我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往往源于对往昔辉煌岁月的怀念，却忽略了篮球作为一项运动，其本质在于持续进化与创新。技术的内涵并非静止不变，而是随着规则的调整、训练方法的革新以及球员体能与技能的增强而不断演进。简单的将现代篮球与传统篮球进行对比，并据此判断技术退步，是一种片面且保守的视角。事实上，无论是3分球的盛行，还是位置界限的模糊化，都是篮球运动响应时代召唤、追求更高效与更具观赏性的自然产物。3分球在现代篮球中的核心地位不容小觑，它不仅是得分方式的革新，更是驱动篮球技术、球员技能乃至整个篮球运动前进的重要驱动力。通过加快比赛节奏、拓宽球场空间、提供迅猛的追分手段以及激励球员技能的全面精进，3分球已深刻重塑了篮球比赛的风貌。因此，对于马刺的年轻球员们而言，积极投身于3分球的练习，不仅是顺应篮球发展趋势的明智之举，更是增强个人竞争力和提升球队整体实力的必由之路。如果投篮分值真的改为3分，将极大地改变比赛的得分结构和球员的进攻选择，这可能导致更多的球员选择扣篮作为得分手段，从而增加比赛的激烈程度与激情。每当人们谈论起这位篮球之神，无不联想到他那无懈可击的技巧、永不熄灭的斗志，以及那标志性的飞跃扣篮姿态。然而，假使我们能够跨越时空，将这位传奇人物置于现今的 NBA 赛场，他是否还能如昔日般独步篮坛，统治整个联盟呢？乔丹时代的篮球环境确实可以用巨人林立来形容。提及乔丹的篮球时代，人们常用远古篮球来形容。那时的球场空间相对局促，3分球并非主流的得分方式。反观当今篮球，追求的是球场空间的最大化，各队都致力于拉开空间，以创造更多进攻良机。在这样的背景下，很难想象乔丹在当年那狭小的空间内，面对巨人林立的场面是如何统治比赛的。若将他置于现今的赛场，其表现确实令人难以预测。乔丹曾是 NCAA 的最佳球员，并在1984年带领美国大学生队夺得奥运金牌。然而，他早期的打法更侧重于外线持球突破得分，这在当时被称为独狼风格。但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 NBA 并不限制对持球球员的防守，反而严禁对无球球员的包夹，并允许 hand check 手部接触防守。这样的规则导致了肌肉型球员的盛行，篮下变得异常拥挤。因此，乔丹早期的外线突破受到了很大限制，迫使他加强了中投和传球能力。同时，由于禁止包夹无球球员的规则，像奥尼尔这样的内线巨兽得以在篮下肆虐，他们即便动作笨重，对手也无法绕前防守，往往只能在鲨鱼拿到球后再进行包夹，但此时鲨鱼已经完成了扣篮。这一规则后来被废止，联防的引入和内线超距时代的终结也随之而来。贾巴尔与大梦分别荣膺历史盖帽王的桂冠，而在历史盖帽榜的前10名中，球员们的巅峰时期大多与90年代紧密相关。第1名与第2名均在90年代达到巅峰，第3名跨越70至80年代，第4名则横跨80至90年代，第5名至第8名以及第11名，他们的巅峰时期都涉及90年代。第6名与第9
9、第10名则分别跨越90年代至00年代以及80年代至90年代。这些球员无一例外都是中锋或者双塔阵容中的重要一员。90年代的 NBA 联盟被中锋球员牢牢掌控，而进入00年代则迎来了4大分位的辉煌时代。到了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后期，小球战术开始崭露头角，里阿伦和库里相继成为历史得分王，这无疑是篮球规则演变与战术革新的必然结果。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篮球之神，但乔丹如同一道闪电穿越了时代的界限。近年来，随着我不断回顾 NBA 的历史，深入研究不同年代的篮球技术和战术理论，我对乔丹的敬仰之情愈发深厚。拥有超级外线球员的球队总是试图通过快节奏的比赛，利用更多的进攻次数来取得胜利，而拥有超级内线球员的球队则更倾向于通过慢节奏、高命中率的比赛方式来掌控局势。然而，即便是那些嘲笑公牛时代篮球水平低下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那个时代的比赛节奏往往缓慢而焦灼着。在这样的背景下，乔丹就像是一位能够应对各种复杂情况的广谱抗均速，他的存在打破了常规，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乔丹的降维打击不仅体现在他内外兼修的篮球艺术上，更体现在他对篮球的深刻理解与独特打法之上。在2001年之前的 NBA， 防守原则严格遵循人盯人战术，联防被严格禁止，一旦违反即被视为非法防守，初次违规将受到警告，再次违规则直接判罚技术犯规，对手获得一罚一掷的机会。那么何为非法防守呢？根据规则描述，非法防守指的是防守球员必须紧密跟随其负责的进攻球员，不得离开超过3秒的时间。然而，对防守方有利的是，规则允许 hand check， 即防守球员可以通过手部接触来判断进攻球员的移动方向和位置，这无疑是暴力篮球的温床。在篮下，如果位置得当，3秒足以让球员在对手包夹前完成得分，但对于外线球员而言，3秒内完成突破并得分则显得时间紧迫。至于中远投，其命中率远低于篮下得分，因此优秀的内线球员能够在篮下单打对手得分，而优秀的外线球员则往往面临低效的中远投或被多人围堵的困境。然而，乔丹却是一位内外兼修的篮球天才，他在内线和外线都具备无解的能力，这导致了他经常面临如底特律活塞队的群殴式防守或尼克斯队的疯狂逼抢。但乔丹从未畏惧，他总能以一己之力打破对手的防线，如同一位厨艺高超的大厨，将比赛局势一锅端，然后以大火收汁，干净利落地结束比赛。上世纪80年代的 NBA 比赛风格流畅，以湖人队的表演时代为代表，但这种流畅建立在相对低水平的防守之上。从80年代末开始，随着查克·戴利带领活塞队崛起为超级防守强队，联盟的进攻节奏逐渐放缓，平均得分显著下降。在那个时代，比赛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内线的1v1对决或组织者制造空位得分机会的能力。乔丹在1993年退役后， NBA 迎来了4大中锋时代，单打战术转变为顶级中锋之间的个人对决，比赛速度进一步放缓。火箭队夺冠的那2年，联盟平均得分已接近100分。乔丹复出后，联盟平均得分首次跌破100分，并持续长达11个赛季，其中91至92赛季因停摆后赛程密集导致球员疲劳，平均得分降至91.6分的低点，但其他赛季通常保持在93至97之间。在评估乔丹的效率值与贡献值时，需考虑场次对累计数据的影响，因此我们不采用乔丹表现更为出色的季后赛数据进行比较。以常规赛为例，乔丹在效率值榜单上7次上榜，而在贡献值榜单上仅6次上榜，且其在贡献值榜的排名明显落后于效率值榜。实际上，与 NBA 历史上排名前列的巨星相比，乔丹的综合表现上并无明显优势，平均值甚至在总量上处于劣势。然而，这并不影响乔丹作为篮球传奇的地位，他的成就与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数据的范畴。为何如此呢？原因在于当时的比赛规则允许 hand check， 这使得得分后卫的表现对球队胜负的影响相对较小，同时没有3秒违例的限制，且联防被禁止，这导致肌肉型内线球员能够在篮下肆意妄为。因此大家都清楚，要赢得比赛必须围绕中锋进行战术布置，通过传球给他创造得分机会。所以在那个时代，肌肉型内线球员备受追捧，即便是外线球员，控球后卫的价值
值也远高于得分后卫。例如，活塞队的控卫以赛亚·托马斯和湖人队的控卫魔术师艾尔文·约翰逊，他们的身价就超过了活塞队的得分后卫乔·杜马斯和湖人队的得分后卫拜伦·斯科特。尽管后两人也是当时的顶级得分后卫，为何同样是外线球员，控卫的价值却高于分卫呢？原因无他，控卫在为中锋传球、制造空位得分机会方面的作用更为显著，因此那些走灵巧路线的小个子得分后卫在当时很难有出头之日。如果勇士队等多人包夹乔丹，他可以将球传给弱侧的皮蓬等其他队友，但即便如此，乔丹的得分能力和对比赛的影响力仍然是无可比拟的。乔丹的辉煌成就无疑是他个人天赋、不懈努力与卓越领导力的结晶，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这一辉煌是由他身边的队友以及那个特定的时代共同铸就的。乔丹在其职业生涯的正常赛季中，排除新秀、伤病、退役等特殊情况，无疑是对位球员中的佼佼者。他的优势是压倒性的，这种优势并非夸大其词。无论是法特利夫、德雷克斯勒、乔杜马斯，尽管活塞队整体战胜了公牛队，但并非依靠单打独斗，而是团队协作。还是德拉赞、皮特洛维奇、拉特里尔、斯普雷维尔、米奇里奇蒙德，便是哈达威、雷吉米勒，乔丹在对位时都展现出了非凡的实力。或许有人会将乔丹与东艾、西科、北卡、南麦、雷阿伦、哈登、韦德、克莱汤普森等球星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时代的篮球王者。然而乔丹却是在一个并不完全适合自己的时代中，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天赋强行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王者。他对比赛的掌控力和统治力使得他无论面对谁都能游刃有余。乔丹不仅拥有出色的天赋，更具备改变自我的能力。面对活塞队的坏孩子军团的围追堵截，他放弃了灵巧的打法，转而苦练肌肉。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投篮手感，但在那个时代，从球员到教练，几乎没人重视三分球，而乔丹凭借稳定而准确的中投，已经足以在赛场上立足。如果他能够生活在现代，打赢。我的三分在你之上，塔图姆三分投疯了，绿军采用3分换2分终结骑士连胜。回顾历史，2008年的火箭22连胜被绿军终结。其实3胜赛季的勇士主场不败神话同样在绿军面前破灭，而今骑士的15场连胜也遗憾告破，绿军再次扮演了连胜终结者的角色。此役骑士异色缺少了勒维尔、小韦德与奥科洛，绿军则趁机在外线大放异彩，投进了22个三分球。而绿军内线因波金吉斯的缺席，骑士的双塔组合得以发挥，19投13中，砍下33分，并抢下22个篮板。然而比赛的胜负并非仅凭个别球员的发挥或对手的不足，阿特金森教练在本场比赛中采取了更为谨慎的8人轮转策略。莫布里和米切尔的出场时间也达到了本赛季的新高，在关键时刻，球队的王牌球员挺身而出，展现了他们的实力和价值。这场胜利不仅是对绿军实力的肯定，也是对骑士的一次提醒。在漫长的赛季中保持连胜并非易事，需要全队上下一心，共同努力。塔图姆在季前赛调整了投篮姿势，并开始频繁采用闪狙3分技巧，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本场他又贡献了3次持球强投3分球，全场共命中6个3分，使得他本赛季的持球强投3分总数达到了33个，与爱德华兹并驾齐驱，领跑全联盟。在 NBA 历史上，常规赛持球远投的佼佼者当属哈登和库里，季后赛则是库里和哈登分列前2位。而在常规赛接球远投方面，克雷则是当仁不让的领头羊。通过对比克雷、雷迪克、希尔德等以接球远投为主的球员与哈登、库里、利拉德等擅长持球远投的球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塔图姆的三分球投射也呈现出这一趋势，他生涯中 34% 的三分球来自上线，而上赛季这一比例攀升至 39%， 本赛季更是高达 50%。这些上线三分多为持球投射。此外，塔图姆本赛季的三分球平均射程达到了26尺3，这一数据甚至超过了克雷25尺，异侧接球为主，米切尔26尺和哈登26尺6，与库里和利拉德均为26尺7相接近。塔图姆正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名弧顶持球的四分卫，他的投篮选择和射程都在不断拓展和延伸。
凯尔特人在三分领域的卓越表现已成为 NBA 赛场上一个引人瞩目的新趋势，其数量与质量的双重优势值得深入探究。节目战中，他们以61次三分出手命中29球，明确宣告了球队的新战术方向。随后在对阵篮网、猛龙以及最近的骑士比赛中，凯尔特人连续3场三分命中数超过20，彰显了其稳定的投射能力。新赛季至今的15场比赛中，凯尔特人场均至少投进13个三分球，平均每场出手 50.5 次，占全队出手总数的 55.8%， 命中率高达 37.9%。这一数据不仅体现了球队在三分线外的活跃程度，更彰显了其高效的投射技巧。与此同时，开季豪取15连胜的骑士队虽然在得分榜上高居首位，但凯尔特人紧随其后，这得益于新教练阿特金森对球队进攻节奏和效率的大幅提升。然而，两队在得分方式上存在本质差异，骑士队的三分命中率高达 41.5%， 位居联盟第一，但场均出手次数 36.5 次和三分占比 41.6%， 相较于凯尔特人仍显逊色。骑士队的三分球虽然精准，但更多是作为进攻手段的一部分，而非决定胜负的关键武器。因此，两队在三分球理念上的分歧显而易见。骑士队追求攻守平衡，而凯尔特人则更加极端地重视三分投射。至于哪种策略更优，则取决于球队的整体战术布局、球员配置以及比赛的具体情况。骑士队的策略被认为更为合理，而凯尔特人的三分球战术则显得有些过度。然而，篮球比赛的评判标准是结果，尤其是在非系列赛的单场对决中，胜负才是关键。凯尔特人队的三分球走量战术源于教练马祖拉的独特理念，这一理念显然基于大数据模型的分析。马祖拉教练鼓励球员们大胆出手三分球，认为三分球出手数至少应占总出手数的一半，甚至越多越好。他秉持着3分换2分的战术思想，既允许对手在篮下得分，但要在3分线外与对手一较高下。通过增加三分球的出手次数，即使命中率并非100%，也能在整体上提升球队的得分效率。例如在10个回合中，如果对手仅通过2分球得分，命中率为 50%， 则得分为10分，而凯尔特人若能在这10个回合中投进2次三分球，共5次出手，并命中3次2分球，共5次出手，则总得分将达到12分。在一场约100回合的比赛中，当前平均回合数为99，这样的策略将使得凯尔特人队比对手多得20分。当然，对手也会尝试三分球，但如果数量和质量都不及凯尔特人，那么凯尔特人的赢球概率将大大提升。事实上，击败骑士队后，凯尔特人队的场均净胜分达到了 9.7 分，位居联盟第3。在马祖拉的战术体系下，凯尔特人队有7名球员场均三分球出手次数超过5次，其中塔图姆、斯马特和普里查德更是超过了8次，塔图姆更是高达 11.1 次。这些球员不仅出手次数多，而且命中率也相当可观。普里查德、斯马特和霍福德的三分命中率都超过了 40%， 尽管杰伦布朗和豪瑟今年的三分球命中率有所下滑，但整体而言，凯尔特人队的三分球战术仍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骑士与凯尔特人的这场焦点对决中，马祖拉的理念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尽管凯尔特人全场仅出手41次三分球，远低于他们场均55次的出手数，但他们却命中了其中的22球，命中率高达惊人的 53.7%。这41次三分出手占到了他们总出手数的 47.7%， 展现出了极高的效率。特别是在上半场，凯尔特人就投进了14个三分球，命中率接近 64%， 甚至超过了他们的2分球命中率。相比之下，骑士队由于外线球员身高偏矮，本场的三分球表现明显不如他们前15场连胜时的水准。全场29次三分出手仅命中10球，命中率仅为 34.5%。同时，他们的三分球出手占比也从前几场的 40% 以上下降到了 31.1%。这是因为凯尔特人凭借高大的身材优势，有效地限制了骑士队的三分出手，并降低了他们的命中率。面对凯尔特人的压迫式防守，骑士队不得不更多的冲击篮筐。尽管他们拥有阿伦和莫布利2名出色的大个子球员，全场2分球出手64次，并命中36球，2分球命中率 56%， 但这仍然低于他们前15场的平
平均60%的命中率。值得一提的是，凯尔特人在本场比赛中虽然在3秒之内丢了60分，几乎是骑士队36分的2倍，但这一劣势并未引起他们的过分担忧。他们凭借快速的发球推进和高效的3分球转换进攻，成功的在得分上超越了对手。这正是3分换2分战术的精髓所在。即使你在篮下得分，我也能通过快速的3分球回应，从而在整体上占据得分优势。3分换2分不仅仅是一种战术理念，它在比赛的关键时刻更能体现出其价值。在最后5分钟，凯尔特人队并不会轻易让对手轻松得分于篮下。例如本场对阵骑士的比赛，绿军在最后阶段多次成功防守住了对手的冲击，霍福德连续封盖了加兰德和尼昂的上篮，杰伦布朗也成功抢断了米切尔的传球。一旦波尔津吉斯伤愈复出，凯尔特人的防控能力无疑将得到进一步增强。虽然3分换2分并不能保证每场比赛的胜利，但它强调的是概率和整体效率。当3分球的数量和质量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时，球队的赢球概率会显著提升。特别是在系列赛中，只要能在多数场次中保持高效的3分投射，球队就有望晋级。作为卫冕冠军，凯尔特人的成功可能会引发更多球队的效仿，使得3分换2分成为一种逐渐流行的趋势，就像当初勇士队引领小球风潮一样。然而3分球的大量增加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一方面球队的表现可能会变得更加起伏不定，另一方面比赛的观赏性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有些人怀念过去那种篮下肌肉碰撞的激烈对抗，但教练们在制定比赛策略时更关注的是胜负而非观赏性。如果凯尔特人队的3分换2分风格在 NBA 中广泛传播，那么联赛将需要评估这种改变对比赛的影响。如果这种风格真的影响了票房、收视率和市场，联盟可能会考虑修改规则来抑制3分球的过度投射。但目前来看，这种改变还没有达到需要联盟干预的程度。老板和球员们都在享受着这种风格的比赛，并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所以就让他们继续这样打下去吧。马祖拉教练心中的理想阵容构图清晰明了，5位外线球员各司其职，怀特作为战术核心指挥官，塔图姆则化身弧顶的4分卫，如同库里、卢卡或哈登那样兼具远射与长传能力，杰伦则成为内切高手与错位突破的传球怪才。霍福德与霍勒迪则根据场上对位情况灵活切换为空间终结者、策应点或是内切威胁。待波尔津吉斯伤愈回归，凯尔特人将拥有更多战术变数与应对之策。阿特金森教练的调整频繁且迅速，不断在双塔和单塔间切换，联防与剥皮换防战术灵活转换，并针对奎塔进行了重点打击。而马祖拉教练同样不甘示弱，关键时刻果断暂停调整，对奎塔的被虐情况进行针对性布置。第4节更是巧妙调整霍福德的出场时间，展现了他的临场应变能力。骑士队这一战真金不怕火炼，加兰与加雷特·阿伦展现出全明星般的风采。勒维尔等球员的回归将进一步增强球队在东部的竞争力。他们凭借单打加持球人的战术配置，能在对手低谷期打出高潮。如本场对奎塔的猛烈攻势，10人轮换体系下，4位球员有望冲击全明星。然而在高强度对抗与快节奏的比赛中，真正能够站稳脚跟的仅有2人。莫布里虽然进攻端重心偏高，依赖面框进攻，但其防守端的威慑力独一无二。米切尔则即便面临各种换防与夹击，依然能够砍下35分的高分。反观凯尔特人，他们通过上赛季季后赛的洗礼以及这场的对决，证明了至少有5位球员能在硬仗中挺身而出，展现出了强大的团队实力与韧性。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还没看够，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那就点点订阅，卢与我期待和你一起涨球。